课。第一节课将会跟老师们讲解太极拳老架一路的预备式和起势动作。首先，预备式的身体要求，我们从头到脚来跟老师们讲解一下。首先，周身整体立身中正，两脚并立，脚尖自然朝前，两手自然搭在裤缝两侧，身体保持中正，头顶微微上领，牙齿嘴唇微闭，舌尖抵住上颚，眼观六路，耳听背后。保持好这样的一个身法以后呢，我们做一个深呼吸，来让身体保持周身放松，思想放空。同时，两手搭在裤缝两侧，这个时候我们要做到身体的含胸、放松、呼气，周身慢慢下沉。下一式起势，两腿慢慢弯曲，重心放在右腿，提左膝，向左横开半步，与肩同宽或略宽于肩都可以。开完步之后，两脚脚尖仍自然朝前。好，当胯放松，坐胯下沉，两手手臂双逆缠，合至大腿前方，领手腕上升，同时臀部下坐，两手自然上升，手腕与肩同高，与臀部当胯形成上下对拉。坐腕沉掌，手腕放松下沉，当胯继续上下折叠，臀部继续向后坐，身法放松自然下沉。两手合于小腹丹田，当胯后坐，掌根外撑，形成周身相合。好，刚才的两个动作是我们的起势和预备式，来从不同的4个方向，大家可以看一下。首先，正面方向，立身中正，预备式，起势，屈膝，平开步，与肩同宽或略宽于肩，两脚脚尖自然朝前，呼气放松，相合领手，与肩同高同宽，坐腕沉掌，放松下沉，合于小腹丹田，当胯掌根前后对称。好，侧面看一下。预备式，立身中正。好，屈膝，开步，上升，下落，对称。好，背面看一下。屈膝，开步，上升，落，对称。好，侧面，屈膝，开步，领手，上升，下落，对称。好，起身。刚才跟老师们示范了预备式到起势的4个方向。那么首先咱们要强调一下它的一个身体动作要求。我们的预备式在我们练习老架一路之前，是我们做准备的一个基础工作。那么首要前提是我们需要先找到头顶上领。在这里呢，有很多老师不理解什么叫头顶上领。我们拿出我们的手指，轻轻地点按在下巴上，按下巴的同时，感觉到整个头部在向内回收，同时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后颈部有一种明显的拉伸感。随着拉伸越来越强，我们的胸椎和大椎有上下的对拉之感，就
做到了头顶上领的一个要求了。那么其次第二，很多老师在理解含胸的时候，他会好奇一个问题，说老师，我在做两手自然搭在裤缝两侧时，我的手是没有办法直接放在裤缝两侧，一放松则是在我们的大腿前侧。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要先将老师们的肩关节通过一个动作来进行一个回旋，让我们的两手呢能够随着放松自然在裤缝两边。好，老师们可以跟我一起做，从斜侧角看一下，两手合十，指尖朝上，沿中线鼻尖顺势向上梳头，让指尖划过头顶，顺势朝后，指尖朝下，两肘向两侧打开，两手向外展臂，自然放松下沉，将手臂完全放松，垂向下。那么此刻我们再回到预备式的立身中正，身体会比之前要显得更加直，并且更加平整一些。两手的放松也可以自然搭在我们的裤缝两侧的位置。这是我们预备式需要做到的肩头的一个要求。那么下一步，我们的胸腹以及我们的腰，老师们都听过含胸踏腰，含胸踏腰。那么一定要将肩关节回到正确的位置，再去做含胸踏腰。我们含胸并不是说让我们的胸椎产生一个向里扣肩的动作，而是随着呼吸的方式，找到身体的放松自然下沉，让我们的这个膈膜膻中不会能感受到那种特别强并且特别难受的顶撑之感，只要自然放松相合住，不会出现扣肩的动作，我们就完成了含胸的动作。那其次踏腰，我们人体的身体有一个生理曲度，一是脖子，二是腰。脖子和腰的两个生理曲度呢都是微微下踏的，所以大家不用着急说我用不用在预备式或是在起势的时候就把腰用盆骨后倾的方式来把它拉直，这是我们不需要的，我们只需要保证身体的自然安舒即可。所以这是我们身体在做预备式时需要的要求。那么最后我们的腿和膝和我们的脚尖方向一定要保证一致。那么这里需要强调一个单独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脚尖方向。有很多老师在做预备式的时候，因为特别放松，所以起势的时候脚尖外摆是一个外八字的脚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以这样的步伐起势，我们的脚尖就会形成一个两脚外八的起势动作，这是在太极拳当中不支持大家这样去做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也有，但是咱们不建议大家这样去进行一个脚尖的摆动。好，这是咱们预备式的一个要求。当我们身体的预备式都解决好以后，下面跟老师们讲解起势的重要标准。好，首先我们两脚并立以后呢，先要做到的是双腿慢慢弯曲。此时的弯曲我们要注意一个细节，我们的裆胯是有两个可以运动的夹角，第一个可以通过膝关节的上下折叠和我们的髋胯髂腰肌的位置产生同步的上下折叠。这两个夹角，一是膝关节夹角，一是髋胯关节夹角，两个夹角同时上下折叠，可以让我们产生身法的高低变化。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髋胯在进行身法旋转的时候，通过左右两边的开合，能让我们的身体中线产生左右的一个螺旋。这是我们练拳时候必要掌握的两个要求和标准。好，那么我们把这个记到心里面，通过这个小动作来进行一个开步的运行。好，两腿慢慢弯曲，同时裆胯髋胯向下慢慢折叠，臀部向后去坐，将重心放在右腿，整体的中线会微微向后偏移。同时从左侧提腿向左，不要向前画大圆，横开半步。两脚呢有很多的这个疑问点，就是有些同学可能会在开步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将两脚脚尖朝向于同一直线内，
所以呢，在这里就要教大家一个小方法。前期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视角的微微下移，通过余光来跟住左脚来进行开步，让两脚形成在同一直线内的一个要求。那么时间长了之后呢，可以通过我们熟能生巧，身上产生的肌肉记忆，再直接向左平开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做到每一次的平开步都是两脚平行，并且脚尖自然朝前的动作。这是我们的开步要求。第二，就要跟老师们去强调我们的身法的当胯折叠要求了。我们从斜夹角看一下，当我们开完步以后，尤其是当胯的位置，有很多老师做不到太极拳当中所说的圆裆屈膝。那么在这里呢，就需要跟老师们强调讲解一下，我们在下坐的过程当中，膝关节的上下折叠是由我们的大腿和小腿慢慢进行一个折叠形成的夹角。那第二点，我们的当胯在这里呢，很多老师做不下去，所以会导致一屈膝身体向后仰，或者一屈膝身体向前倾。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膝关节的上下折叠和当胯的上下折叠没有配合好。我们可以加入一种感觉，想象屁股后面有一个小凳子，在我们屈膝的同时，屁股向小凳子慢慢上下去靠近。这个时候，你将两手放在两侧的当胯间，你能摸到我们的当胯会随着膝关节的折叠，慢慢的上下折叠。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保证身体是一个中正的条件下，慢慢坐下来。这是我们起势时屈膝放松下沉的一个要求和标准。好，大家记住这里。那么下一步就是我们说的，好，两脚平开步，开到位以后，两手不要直接向上领手，而是通过我们的含胸自然放松。领手的过程当中，两脚踏实地面，当胯下沉，手臂肩关节带动小臂和手腕向内螺旋，此时你的身体会形成一个向内裹的外形，裹进来，将大臂小臂带入到大腿的前侧，再通过当胯的下沉和手腕形成上下的一个对拉，手腕在上，臀部再向下，两者之间同步运动，不要光起手或者是光做屁股，把两个动作呢同时产生在自己的身上就可以了。这是我们双手上领的要求。那第二，双手上领呢，两手手腕与肩同高同宽。很多老师喜欢将手领得特别高，这是一个错误的动作，会导致我们腋下镂空。我们得让自己的手腕领上去的同时，我们腋下和大臂内侧同时有一种相合之意，不能直接把手臂和腋下全部打开。好，领上来之后呢，我们再看双臂的一个动作外形。当手臂向下松沉的过程当中，用肩关节起的时候用肩关节上旋，那么当我们双手在下落的过程当中，也是要利用手臂的旋转。向上时通过手臂的上旋，以肩带肘，以肘领腕。那么当我们走下一步动作的时候，同理也要用我们的肩关节的下旋。肩关节下旋时带动手肘放松向下沉，肘关节下落带动腕关节自然向内回收，然后以腕再带手。所以我们身体的动作看，合进去，两手随身法的内旋相合，领手上升，以肩领肘，以肘带手。当下落的过程当中，肩膀下旋，沉肩坠肘，领手向下相合，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肩关节的上旋和下旋，利用肩关节的旋转带动手臂、手肘和手腕的一个动作。最后我们再说身体的中线，我们这个中线呢是紧贴着自己的当胯折叠而产生的上下，对不对？所以手上去之后，放松下沉的过程当中，只需要让我们的当胯继续和膝关节产生上下的折叠关系，膝关节折叠，当胯折叠，继续后坐，同时带着我们的肩膀放松螺旋向下降，
以肩带肘，以肘领手，慢慢通过折叠内收，收到我们的胯间小腹丹田的位置。这里呢，错误的外形跟老师们看一下。好，领手直上，按掌直下，整个手臂像一根棍子一样，没有松柔领手的节节贯穿，没有下沉领手的节节贯穿。所以呢，这个地方是我们注意的一个点位。最后就是我们两手合于小腹之前之后的一个细节。我们按掌相合于腹前以后呢，需要做到继续的当胯后沉。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到一个两胯的向内螺旋。有很多老师说，老师我一折，我的身体会前倾，把手再推出去，这样的方式肯定错的，会导致我们中线向前倾。我们怎么样呢？注意看，将手指大指点按在髂腰肌内侧，用力的向内去扣，同时产生一个向内的螺旋，让大腿膝关节不动，让我们的臀瓣向两侧慢慢打开，向里去裹去合，好像一个画的卷轴一样，在向里卷卷轴一样。拿着两个卷轴，向里卷，你会发现你的屁股向两侧打开了，同时腰命门都在向外去撑。找到这个感觉之后，我们通过内裹相合和两手形成撑劲儿。此时你的脚后跟会发现慢慢的一种相合的沉劲儿，脚后跟越来越重。这时候我们就能找到脚后跟的合劲儿和掌根的一个尽力关系了。这是我们做起势时候的一个重点要求。